太子爱上了救他的哑女，执意要与我退婚。我好心相劝，哑女是孤，不妨先纳为妾。哑女自觉受辱，羞愤自尽。10年后，太子坐稳皇位的第一件事就是废我后位，将我全家流放。再次醒来，正值我16岁的生辰宴。上奏者问我有何所愿，我前敬俯身，唯愿太子殿下和柳姑娘白头偕老，永结同心。陛下，请为2人赐婚吧。我死在一个下雪天，原本能拖到来年开春，可楚瑞等不及了，一柄冷剑将我重伤。他犹不解恨，用力将匕首压下，我疼得几乎喘不过气，还是不甘心地问：为什么？我不理解，我和他自幼相识，总角之交，10多年来，我的父兄忠君爱国，对他鼎力相助，在他收拢皇权之前，就已经上交兵权，主动引救，可他依旧找了个莫须有的罪名，置我谢氏一族于死地。我死死扣着他的手腕，问他为什么。楚瑞的面色白过外头苍茫的雪，明明是他暗中谋害，那表情却像是我负了他。他咬牙切齿：这是你们欠云云的。云云，柳云，记忆太过久远，以至于我花了些力气才想起这个名字，以及名字背后的那张弱柳扶风的脸，不由自主就笑出声来。10年了，原来这10年间，楚瑞从来没有忘记他，原来他竟将他的死归咎于我，归咎于整个谢氏。楚瑞，你真是个糊涂虫！最后2个字没出口，楚瑞已然拔出匕首，嫣红的鲜血涌出，落了一丝在舌底，腥甜的像极了那年母亲熬红双眼为我炖的一碗蟹宴。耳边传来侍女秋棠的声音：姑娘，可是心口又疼了。如云的大雪消失不见，刺骨的寒凉消失不见，春光正盛，人来熙往。我16岁的生辰宴，大抵是老天开眼，眼一闭又一睁，我竟然没死，不仅没死，还回到了16岁这年。这一年，哥哥打了胜仗，爹爹治理水患立了大功。这一年，我还没嫁给楚瑞。身后传来其他贵女的讥笑声，说怪不得我心口疼。昨个太子殿下在勤政殿门口跪了一整夜，要退掉与尚书府的婚事。秋棠转头就要过去，被我拦住。太子可不只是要退掉与我的婚约。这一年，楚瑞剿匪途中遇险，跌落山崖，被一位孤女所救。孤女貌美性柔，为了救他尝遍百草，亏损了身子不说，还被毒哑了黄莺似的嗓子。楚瑞大为感动，带回宫中。算上昨日，他已经在勤政殿跪了3个日夜，要娶她做太子妃。秋棠忍不住劝我：姑娘，别听外头的闲言碎语，您和太子殿下自小的情分，太子殿下对您……我看着秋棠，冲他摇头。秋棠的话戛然而止，我当然知道他要说什么。3日前，我在尚书府醒来，3日的时间足够我理清前世今生。秋棠突然亮起眉眼，低声道：姑娘，太子殿下过来了。我抬头就见楚瑞一身太子常服，在人群的簇拥下朝我走来，身后那些议论声马上消失不见。我和楚瑞青梅竹马，还未出生时便定下婚约。从小有谁说我的不是，他第一个替我出头。他犯错挨了罚，我第一个替他求情。在此之前，没有人会怀疑我是楚瑞的挚爱，唯一的太子妃人选。但今日，我的16岁生辰，他带了另一个女子来。柳云白瘦纤细，受惊的鸟似的依偎在他身侧。楚瑞跪了整晚，丝毫不见疲惫，反倒唇角含笑，亲昵地在他耳边说了句什么。他看向我，表情瞬间变得仓皇又失措，大跨几步上前，对着我就扑通一声跪下。还真与上辈子一模一样，连睫毛上那一滴将坠未坠的泪都一模一样。上辈子我就是被他这副楚楚可怜的样子迷惑，竟真心实意地为他和楚瑞筹谋过。我出身谢氏，未来夫君又是太子，从未奢望过一生一世一双人。他的出现让我心中酸涩，却不至于失了大家仪态。楚瑞要退婚，我不曾哭闹，只看在多年情分，由衷地劝了几句。柳姑娘在京城无依无靠，又身有欠缺，虽是为了救你，正妻之位恐怕跪断膝盖，陛下也不会允，反倒为他招来灾祸。殿下，不若退而求其次，先纳入东宫，将来如何，不也是殿下说了算？就这么几句话，为他消了灾，却为我惹了一身祸。上辈子我一见柳云跪下，忙不迭过去扶了起来。这次我只冷眼瞧着，他竟毫不犹豫地朝我磕起头来，一下下地砰砰直响。秋棠拉了拉我的袖子，今日宾客众多，都在往这边看。我扶开他的手，急什么？楚瑞的脸色已经不太好看。云云，就这么一会儿功夫，柳云的额头已经磕破，配合着他欲滴的眼泪，我见犹怜。他回头看了看楚瑞，又看了看我，咬唇继续磕。我悠哉悠哉地拿起了手中茶盏，突然有些好奇，他到底能装到什么程度？没人会想到，柳云的哑是装的，他的楚楚可怜是装的，甚至上一世他的羞愤离去也是装的。寂静无人的长安街角，我曾亲耳听到他黄莺似的嗓音，啜泣着求一位蒙面人。师父，我一介孤女，若不用些苦肉计，殿下怎会将我放在心上？求您再给我一副假死药吧。若儿当真心仪太子殿下，我知我的身份，给他做妾都属高攀。可殿下当初许我正妻之位，我须得在此事上做些文章，
才能让殿下对我心怀愧疚。师父，您就成全诺儿吧，只要假死一回，殿下此生都会记住对我的亏欠。多么会装啊！骗过了楚瑞，骗过了我，骗过了上京城里所有达官显贵。我曾问过楚瑞，为何独独钟情于柳云？楚瑞说，我出生便是太子，所有人都巴结我，捧着我，他们敬我，爱我，无非因着我太子这个身份。哪怕是你，婉清，若我不是太子，你还会爱我吗？只有余玉，他在不知晓我的身份时，婉清，如此纯粹的爱，我如何能抗拒？若他不是太子，我与他不会有婚约，更不会一同长大，何来爱不爱？我几乎被他绕进去了。身为世家女，我向来行一而思三，我要顾及父母，顾及家族，我的确不会轻易为一个人付出生命。我们都忽略了另外一种可能，楚瑞哪怕是跌落悬崖，仅凭身上的衣裳都能彰显他贵重的身份。无论是公子，是世子，还是太子，柳云从一开始就打定主意要攀上他这根高枝。四下寂静，楚瑞一声呵斥：“够了！”柳云浑身一颤，瑟瑟抬头，巧目盼息地望着我，那意思很明显，他破坏了我的姻缘，让我沦为京城笑柄，很愧疚。我不开口，他是绝不会停的。很好，那就继续呀。我轻扬眉间，脸目喝茶。柳云咬牙，俯身就要再磕。楚瑞突然两步上前，一手挥掉了我手中茶盏。谢婉清，你不要太过分，这就是你谢氏嫡长女的气度吗？楚瑞横眉冷对，惊得四周的下人跪了一地。他转身拉起柳云，心疼地抚上她的额头。谢婉清，道歉。你现在道歉，孤当什么都未发生过。我差点笑出声来，怪我当年太天真。撞破柳云之后，当夜就写信给楚瑞，告知他我的所见所闻，让他留意柳云。第二日，柳云就没了，真没了。坊间传闻他不愿为妾，休愤寻短见。楚瑞给我回信，幸得婉清提醒，骗孤者当罚。之后此事接过，那么多年，我都以为是他将计就计，除掉柳云。毕竟他惯来最恨被人欺骗，直到临死前，我才知道原来他说的骗孤者是我。楚瑞眸光冰冷，谢婉清，你哑了吗？云云没做错什么，是姑想退婚，你向她赔个礼，她额上的伤，姑不与你计较。我望着楚瑞，不由扯了扯唇角。从前是我眼瞎，竟一直觉得他是睿智精明的。我转头看身边的婢女，秋堂，陛下在前厅吧？秋堂愣愣的点头。我提裙前行，楚瑞紧随其后。你想去做什么？父皇此次是微服出行，并未召集女眷。我当然知道，我一个臣女的生辰宴，还不至于让帝王纡尊降贵亲临府上。可陛下为何会在这里？因为我两位哥哥都在边疆，捷报频传。因为我的父亲刚刚治理水患，民间赞誉一片。因为谢氏100年，朝中大半肱骨都出自谢氏门下，而太子殿下却跪了3个日夜，要与我退婚。陛下唯恐寒了父兄的心，一直到内侍通传，楚瑞还紧跟在我身后。婉清，你莫要仗着自己的生辰，找父皇讨些不该属于你的东西。姑已经许了云云正妻之位，是断不会食言的。你若执意要嫁给姑，便只能是良娣。我回头看了楚瑞一眼，如他所说，他出生就是太子，他这一辈子太顺遂了，根本没有意识到太子妃那个位置是谁，于他而言意味着什么。大约是我这一眼太过凉薄。楚瑞愣了一下，正好皇帝在上座道：“婉清啊，着急见朕，可是有何要事？”我当着满堂宾客跪下：“陛下，今日是臣女生辰，可否斗胆向陛下求一愿？太子殿下和柳姑娘患难情深，臣女好生艳羡，唯恐坏了二人白头偕老、永结同心之约。陛下，请废掉臣女，与太子殿下的婚书，为他们二人赐婚吧。”我前进地跪在地上，一世寂静，真落可闻。不到傍晚，上京城里传遍了东宫和谢氏的婚事，恐怕要告吹了。太子殿下求娶救命恩人一事，本就闹得沸沸扬扬。今日向来是世家典范的谢氏嫡长女，居然在自己的生辰宴上，当着百官的面向陛下请辞退婚。据闻太子殿下当时的表情相当精彩，陛下更是直斥逆子胡闹，直接砸了他一茶盏。我跪在地上，同样没躲过一茶盏。我爹的胡子要气得上天了。谁准许你如此胆大妄为？退婚！婚姻大事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是你一个女子该插手的吗？你竟还敢跑到陛下面前放肆！先皇赐的婚，是你说就能退的？你给我老老实实进宫请罪，说是一时义气，口无遮拦。我脊背挺直，眼都不眨一下。我不去，我要退婚。
我爹气急，指着我说退了婚，这上京城里还有谁敢娶我？我撇撇唇，告诉他未必没有。我爹最终也只是说我中了邪，然后甩袖而去。我的确中了邪，若不是前世那些经历，我万万做不来如今这些事。我自幼被规训的循规蹈矩，莫说主动请辞退婚，换做从前，前厅那么多男宾，我根本不会出现在人前。可循规蹈矩并不会有好结果，谢氏百年知进舍退，朝廷需要时奋勇向前，朝廷安稳时急流勇退，绝对的忠诚换历任君主绝对的信任。我的父亲，我的兄弟叔伯们一直恪守祖训，所以上辈子楚瑞稍有表示，他们毫不犹豫，交权的交权，辞官的辞官，却被楚瑞打了个措手不及。事实证明，对蠢货的绝对忠诚叫于忠。秋堂不识字，一边替我敷着膝盖，一边凑过来，急切地看着我手上的信笺。姑娘，太子殿下说什么了？从前楚瑞常常和我书信往来，诉不尽的衷肠，这次只有4个大字，适可而止。我扯扯唇角，付诸灯烛。秋堂急了，姑娘，若是殿下道歉，就服个软。我打断他的话，除了信笺，今日可有我的物件送来？秋堂一愣，点点头，从妆帘里递来一块白玉，眼眸突地一亮。今日姑娘的生辰，这是不是也是太子殿下令人送来的？我的眼眸亦是一亮，起身拿披风。姑娘，您这几日是怎么了？您这么晚要出门？等等我。秋堂，你留下，关上房门，转身就走。这几日的我，当然不再是前几日的我。前几日循规蹈矩的谢婉清早死了，留下的只是离经叛道的谢婉清。眼前的男子清瘦苍白，眼尾一点痣，却又红得妖娆，与记忆中的模样大为不同。我在打量他，他也在打量我，黑眸浅淡，看似漫不经心，声似落珠。谢姑娘美貌端庄，果然名不虚传。我朝她笑笑，大殿下也是名不虚传，果真松柏之至。她唇角微扬，也极轻地笑了笑。两人说的都是场面话，彼此心知肚明。她推推眼前的果盆，谢姑娘前日遣人送来的瓜果，熟了。我摊开手中的白玉，大殿下的美玉收到了。我拿了一个盆中瓜果，她伸手拿玉，我收拢掌心。她的动作一顿，抬头看向我，此人叫楚恒，陛下的大皇子，楚瑞的亲哥哥。我爹说的没错，我和楚瑞的婚约是先皇所赐，不是说退就能退，但我又再清楚不过，这个婚非退不可。重生醒来的第一日，我辗转反侧，在记忆中搜寻到这个人，身份高，地位好，最重要的是死得早。严格来说，他才是陛下的嫡长子，太子之位该是他的，我的婚约也该是他的。但他生母体弱，生下他就去世了。他一多病，不足周岁时，国师就断言此子活不过18，因此太子之位注定与他无缘。上辈子他虽活过了18，却也只勉强多活了6年。可他分明是有野心的，他不曾娶妻，无儿无女，过世时府邸里的钱财却超了国库半数。不敢想象他若多活几年，或是身体康健，会是何等光景。楚恒黑沉的眸子望着我，谢姑娘这是何意？我挑眉看他，谢氏晚清，最厌蠢货，结盟之前让我瞧瞧你的本事。楚恒笑了，这次是真笑，显得他苍白的脸上有了几分华光，徐徐举杯饮了一口茶水，思乡受受。这对从前的谢婉清来说是大逆不道，但我需要一个盟友，而且是一个睿智的盟友。上京城内很平静，退婚的流言传了几天，不攻自破。东宫和谢氏的婚事怎么可能告吹呢？谢氏嫡长女注定要做皇后的，东宫那位不娶，谁敢娶？楚瑞很快活，陛下见他就没有好脸色，他干脆带柳云春猎去了。人不在京中，他自然不会发现这短短1个月商行之间的频繁交易，即便他在京中也不会在意。东宫本就不缺银子，即便缺了，也有谢氏给他填补，他也没发现东宫里悄无声息的人事调动，毕竟只是些丫鬟嬷嬷，无足轻重。我和楚瑞之间的书信往来，变成了我和楚恒之间，只是病弱的大皇子，话并不多。没2日，京中突然多了一出戏，贵公子被孤女所救，私定终身。可孤女平民出身，贵公子却是名门望族，断不能接受这样的当家主母。当然，最终2人突破世俗枷锁，相爱相守。戏的结尾，贵公子慷慨陈词，平民又如何？为何平民做不得当家主母？知恩图报，君子所为，若不能为君子，何以为一族之长？戏的剧情太过熟悉，以至于随着这出戏的火爆，民间舆论瞬间发酵。平民为何不能为一国之母？太子若连知恩图报都做不到，何以为一国之君？太子要娶哑女，乃君子之风，太子就该娶哑女。几乎与此同时，太子春猎的林子里突现奇观，数百鸟绕着哑女所在的马匹旋转鸣叫，百鸟朝凤啊！于是太子回京时，百姓夹道欢迎，他搂着身前的哑女，意气风发。大皇子这一招一弹3鸟倒是挺妙，以民心为由，逼陛下让步，断了楚瑞的前路，绝了我爹的后路，还让楚瑞与陛下生戏。什么百鸟朝凤，不过愚弄民心的把戏罢了。陛下不会怀疑到深居简出的楚恒头上，
只会认为这些都是楚瑞的手笔。至于楚瑞，兴奋之余，恐怕只觉上天助他。我低头看向手中的密信，如何？不赖，就这。我笑了笑，遣人将那块白玉送了出去。投之以木瓜，报之以琼瑶，匪报也，永以为好也。想了想，我提笔附加了一句：殿下不妨乘胜追击，既已结盟，重生后的第一步棋，容不得丝毫犹豫。对于楚瑞和柳云的招摇过市，秋堂骂了整整3日，不知羞耻，已经是他能骂出的最难听的话了。这一次，京中连流言都没了，人人都笃定谢氏嫡长女和东宫的婚事必然要退，都在就等着看笑话。我的婚的确退了，但我的笑话倒是没给他们瞧着。据闻那一日，皇宫热闹非凡，楚瑞带着民间力挺哑女为妃的几位文人，百鸟朝凤的目击者，还有几位得道高僧，一群人浩浩荡荡跪在勤政殿门口。我爹第一时间得到消息，带着几位叔伯以及几位门生匆匆入宫。谢氏百年从未如此被辱，陛下，既然太子殿下心意已决，成全殿下吧。臣等绝无怨言。底下臣子们浩浩荡荡跪了一地，就为了一个哑女，竟闹到如此难堪的地步。陛下怒也怒过，恼也恼过，可是已至此，他如何不同意，也别无他法了。只是正如城中传闻，一个与太子殿下定了10几年亲，占据朝廷半壁势力的谢氏嫡长女，这婚退了，谁敢娶？如此毁了谢婉清的一生，陛下以后又有何颜面面对忠臣？谢氏与皇室的百年和谐，会不会就此打破？正在焦灼时，出现了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人。其实那日我特地给楚恒递了信笺，穿得好看些，别瞧我爹一本正经，最是以貌取人，所以传闻里那人出现时眉眼风流，轻易如画，宛若天人游天降。待他跪下时，众人才反应过来，这是深居简出，几乎被人们遗忘的那位病弱的大皇子。而他一开口，更是语出惊人：父皇，儿臣求娶谢氏婉清为妻。一语破局，陛下惊觉自己竟忘了还有个儿子，虽身体差些，可早活过了国师断言的18岁。我爹惊觉几年不见，这位大皇子出落得如此出尘，倒比那中了蛊尸的太子看着顺眼多了。一君一臣，眼神交汇间，读懂了彼此。只有太子殿下当时的表情可谓是精彩，惊诧的几乎站起来。不待他开口，陛下已经下了谕令，废谢氏婉清与太子婚书，改赐婚于大皇子，另赐太子与哑女柳云择日完婚。此事告终。拿到圣旨时，我久违地心生愉悦。第一步棋下的这么顺利，是我意料之外的。由此可见，选对盟友很重要。就是前脚领了圣旨，后脚楚瑞就来了，终于能取得佳人。他不去和柳云卿卿我我，来给我找晦气。我下了命令，太子与闲杂人等不得入内。可惜只有我院子里的秋堂敢对他喊这句话。楚瑞在院子外怒气冲天：谢婉清，姑看你是病了，姑好心好意来提醒你，楚恒他就是个病秧子，你若懂好歹，最好想办法把婚给退了，否则将来有你哭的。我心情愉悦，眉毛都懒得为他抬一下，只徐徐打开了手中的信笺，何时下第二步棋？我这盟友果然比外面那只上进多了。我提笔：不急，请你看出好戏。楚瑞处置我之前，其实跟我说了很多话，只是那时太疼了，许多都记不清了。印象最深的有一句：若不是你谢氏，我和云云本可以相守到白头。这辈子没有我，没有谢氏，我倒要看看他和柳云如何相守到白头。茶馆里永远不乏议论时事的人，我和楚恒在茶馆厢房内对坐，茶香袅袅间，听得外间的议论声传入。有人质疑南方时疫爆发，太子殿下请缨赈灾本是好事，可还带着女眷，终究不太合适。也有人反驳说，那哑女太子妃虽还没过门，可是百鸟朝凤，天佑之人，听闻此女还会医术，说不定能造福百姓。楚恒挑眉看向我，这就是我说的好戏。我扬眉饮茶，当然不止。楚恒突然笑道：婉清醇厚甚茶，幸而有人眼瞎。我抬眸，这人容颜确实不错，尤其笑起来，眼尾那枚小痣别有风情。几个月来，常常一道喝茶，言语之进懂退，相处融洽。只是我视线往下，的确清瘦得很。见我望着他，楚恒扫一眼我的茶盏，轻身给我倒茶。一个皇子，经商，身上却带着墨香。倒茶时，他瞥我一眼，今日怎地如此沉默？不是我沉默，我在想楚瑞那句楚恒他就是个废人。想到这里，我直接抓住他的领巾：你身体康健吗？楚恒眼皮一颤，徐徐放下手中茶壶，抬眸，眼神静得很，眼尾那点痣却是嫣红的。他捏起我的下巴：要不谢大小姐亲自查验，我还真想查查。楚恒若不能生，我的整盘棋岂不白下了？但在离经叛道，不能在茶馆里说啊。1个月后，我请楚恒看的戏终于登场了。太子南下抗议，带着爱得难舍难分的哑女，不成想哑女染上疫症，久不见好转，
太子心急之下遣人送哑女回京。哑女回京也就罢了，谁都没想到太子居然也回了。太子是被哑女一剂药迷晕带回来的。柳云泪眼朦胧的在纸上陈情：殿下已有症状，我都快没命了，怎能把殿下留在那里送死？一个会几个字但没读过什么书的孤女，众人也只能无言。兵败将领且要守其而不倒，太子殿下自动请鹰去一区，不仅不知轻重送染疫的哑女回京，居然弃众人于不顾，自己也跑了。更何况太子并未染疫，只是普通风寒。上一世这件事被父亲压下来，同去疫区的官员正好都是父亲的门生。楚瑞还未进城，父亲就得了消息，连夜将人拦下，又送了回去，此事才未走漏风声。可这辈子父亲不愿再帮他了。柳云前脚带着楚瑞进城，后脚京城就炸开了锅，各种对太子殿下的口诛笔伐弥漫在整个民间。陛下大发雷霆，怒斥太子行为不端，德不配位。其实舆论这东西，花些银子是可以左右的，但这种事情不能用官银。后知后觉的太子殿下这才发现，这大半年他的私产死的死，废的废，司库竟是空的，他也断拉不下脸面找人要银子，只能由着舆论持续发酵。我给楚恒递信，准备下第二步棋，我要戳穿柳云庄雅这件事。楚瑞一直坚定地认为柳云对他的爱纯粹而无瑕，上辈子柳云带他回京，事后他只淡淡叹口气，云云也只是太在意我，这辈子无人给他善后，不知他此时还说得出这种话来吗？楚恒早就安插了一些丫鬟嬷嬷在东宫，略施小计，让一个原就会说话的人开口，并不算难事。我本打算在议事上做文章，吓吓他就行，哪知还没开始筹谋，就有人自己撞枪口了。那是一个傍晚，太子殿下近日被民众骂，被百官骂，被陛下骂，心中烦闷不堪，已经连着5日没去心爱的云云院中了。东宫辽阔，有一人宫湖，湖上有一拱桥。那晚柳云人如其名，若柳扶风地坐在拱桥的石栏上，一边哭一边给太子殿下打手势。是云云不懂事，云云连累了殿下，云云愿意赎罪。殿下，来生云云再报答殿下的一往情深。说完就跳湖里了。太子殿下情深不寿，当然紧随其后。可也不知是时辰选得晚了些，还是太子殿下向来眼瞎，竟然在水里折腾了半天没捞到人。做戏要做真，柳云是真不会水，扑腾了几下竟等不到来救的人。关键时刻保命的本能占了上风，柳云破声大喊：救命！救命啊！殿下，殿下，云云在这里。据闻太子殿下当时的表情又精彩纷呈了，可惜他精彩纷呈了3次，我一次都没瞧着。这之后东宫不是怒斥声就是痛哭声，没几日又闹去了勤政殿。太子殿下跪地不起：父皇，请您收回成命，儿臣要退婚。我娘从小教我，身为女子，尤其是世家女，情爱害人，爱人只能爱7分，留3分。楚瑞身为太子，没人教吗？或许吧，又或者他从小就被宠坏了。皇后虽未续弦，可娇美动人，独得陛下圣宠。陛下前有一位缠绵病榻的嫡长子，后有几位娇滴滴的公主，直到楚瑞14岁，才再得一位小皇子。楚瑞生来就理所当然的占据了全部的皇家资源，也理所当然的认为所有人所有事都该围着他打转。他想娶谁就一定要娶到手，他不想娶谁，谁都赖不到他身上。陛下被他气得几乎晕厥，直接提了尚方宝剑，闹得满城风雨。要娶的人是他，婚期就在眼前了，说不娶的还是他。百姓要如何看他？如何看他这个陛下的皇命？当然打是没真下手打，踹了几脚让他滚了。楚瑞这么一滚就滚到了我的院子里。彼时我刚跟楚恒谈完事，根本不想动，可院子里没留人，他把门拍得震天响。开门的时候，我终于得见太子殿下脸上的精彩纷呈。要说楚恒那人性子里也是有些皇子特有的锋利的，见我要起身，非抵着我的脖子亲了一下。楚瑞显然看见了，眸子里又是震惊又是讶异，竟还有几分晦涩，好半天才找到自己的声音：婉清，你们。我拢了拢衣领，偏着脑袋看他，循规蹈矩的活腻了，就想离经叛道。怎么了？楚瑞突然就怒了：你还未出阁，你究竟成何体统？我正要开口，内殿传来朱御史的声音：皇帝这话说的不妥，你与那哑女私定终身的事情都做了，我们怎么啦？我又不像皇帝，今日与这个退婚，明日与那个退婚，我看上的从一而终。楚瑞没想到人还在我屋子里，脸上一阵红一阵白。还有，婉清不是你叫的，你该喊皇嫂。楚瑞的唇抖了抖，没说出话来，我还以为他要喊皇嫂呢。无趣，我拢闭关门，楚瑞却猛地将门抵住。婉清，柳云他骗了我，是他从中作梗，我们才会变成如今这样。你听我说，前几日我做梦，梦见与你成亲的明明是我。里间的楚恒直接改了称呼：夫人，被子凉了，为夫体虚冷。我转头看向眼前人，
太子殿下，要不进去和大殿下一起说？楚瑞也不知是受了多大的刺激，回去之后竟然生病了，没有勤政殿的热闹，也没东宫的热闹可看了。但府上开始筹备我和楚恒的大婚，倒也闲不下来。这日我正在盘嫁妆，来了个不速之客。柳云见到我就跪下，哭成了泪人。谢姑娘，您去东宫看看殿下吧，殿下病重了，无论如何都醒不来，梦里一声声的喊着您的名字，您去看看他，说不定他就醒来了。我一个侧身，扯过了差点被他抓住的裙裾。两辈子第二次听到柳云的声音，可真不容易。我居高临下的望着他，并不太想搭理。柳云又开始磕头，谢姑娘，您和殿下青梅竹马的情谊，您就去一趟东宫吧。是民女奢望了，只要谢姑娘点头，民女愿常伴左右。谢姑娘，民女求求您了。我刚刚皱眉，身旁的秋堂一声冷喝，都是怎么管事儿的？哪里的阿猫阿狗都往府里放？管家、逐客、嚯！秋堂骂过太子是无赖之后，越来越放得开了。柳云被赶出府，再没被放进来过，本是件无足轻重的事，可我越品他话里的意思，越觉得不对劲起来。楚瑞生病，喊我的名字，他对我也没那么情深意重。再者，他上次说什么梦见我和他成亲，我重活一次都蹊跷，也没什么是不可能的。万一他记起前世了，我的第三步棋要往哪里下？当初我向楚恒吹嘘，只要他与我结盟，只需三步棋，让他拿回原本属于他的东西。上辈子那样惨死，我是绝不可能让楚瑞安稳做他的太子，甚至登基做皇帝。我让人盯着东宫，楚瑞已经醒来，看起来并无异常，东宫也无要事发生。勤政殿门口空了，楚瑞没再去要求退婚，转而推迟了他和柳云的婚期，这却让我更加不安。楚瑞的性子不达目的誓不罢休，他推迟婚期，会不会是因为他也知道这日子快到头了？我的第三步棋就下在1个月后的某个夜晚。那个夜晚，陛下悄无声息地在秋风中薨逝了。自古帝王薨逝的那一夜是最重要的一夜，但在楚瑞身上是例外，他并没有竞争者。上辈子陛下在睡梦中薨逝，甚至晨起时才被内侍发现。楚瑞无惊无险，平静而顺遂地接过了皇位。但这辈子有楚恒，还有我，只要我的第三步棋下得够好、够准，替楚瑞出局并不难。我按计划准备着一切，与父亲促膝长谈，给楚恒皇宫布防图，给2个哥哥写信。东宫仍旧一切正常，楚瑞照常上朝下朝，柳云仍旧哭哭啼啼。很快1个月过去，夜晚降临时，我给楚瑞递了信笺。子时护城河见。我和楚瑞其实还是有些美好回忆的。柳云出现之前，我的每个生辰，楚瑞都陪我去护城河放花灯。又是不懂腼腆，许愿都会大声说出来。没几日，那些想要的东西就会从东宫送过来。大了不再说了，楚瑞也总能从身边人嘴里探听到我的喜好。我到护城河的时候，他已经在了。只一眼，我知道我的猜测没错。初生牛犊的太子殿下和做过10年帝王的人，眼神都不一样。这个时辰，河里还没有花灯。他望着暗沉的护城河，指着河下一处礁石。晚清，有些年没来这里了。我记得那年你从那里滑下去，吓得哇哭，还是我拉你上来。我轻笑，殿下记性真好，我不记得了。楚瑞说，所以你一回来就打算远离我，是吗？我说，不然呢？等着再被你害一次吗？楚瑞的眉尾挑了一下，声音低下来，晚清，是我错怪你了，是陈氏。我追罚陈氏的时候才知道，柳云身边的小丫鬟出自陈氏，知道她假死的计划后，换了她的药，嫁祸给谢氏。我是信你的，所以没有及时救她，可她居然真死了。我并不太想听，当年是有蹊跷，不用想都知道，可知道内情又如何呢？不该做的，他早做过了。我冷冷望着楚瑞，就算他因为我劝你纳他为妾而羞愤自尽，又如何？楚瑞，是否纳他为妾，决定权在你手上。你见陛下坚决不允，自己动摇了，不是吗？却要因我一句好心的建议毁我家族。楚瑞张口想要解释什么，但我已经不想听了。秋风瑟然，楚瑞沉眸望着我，突地笑了笑。我知道症结在哪里。他拽着我往前，在一棵大树前停下。他竟把柳云也带来了，捆着他的手脚，封住他的口舌，绑在树干上。柳云已然哭红了双眼，一见我们，呜呜叫着，眼泪又掉下来。楚瑞说：“骗孤者当诛。”几乎是眨眼间，楚瑞抽出腰间佩剑，将其刺死。这就是他口口声声的挚爱。眼前人恐怕不只是10年后的楚瑞。当年他害我，容颜尚且苍白，今日他一剑下去，面不改色。我握紧双拳，柳云的双目犹未合上。我移开视线，楚瑞将佩剑收回腰间。解气了吗？晚清，我知错了。那些年，我日日后悔，我为你休了。我大喝一声，闭嘴！我根本不想多听他说一个字。楚瑞的眸子又沉了下去，继而笑起来，像是知道什么一般，问我是不是在等丑时3刻。丑时3刻，上辈子太医宣布的，陛下真正薨逝的时辰。楚瑞拽我上马，直奔皇城。晚清，你以为我没有谢氏，你拉上个没用的楚恒就能赢了？朕就叫你亲眼看看
今夜到底谁赢谁输？刚进城门，皇宫方向升起一道光束，那时东宫所用的信号弹，大约是在告诉他，陛下已薨。马匹挺进宫门，如入无人之境。皇宫内的御林军已被楚瑞掌握，宫内太监面色仓皇，见到马匹就跪，显然已经见过争端。陛下寝殿前密密麻麻，全是人。东宫时率府倾巢而出，羽林军、京畿营、谢家军散乱其中。楚瑞一拉缰绳，众人震天齐贺殿下，谁赢谁输一目了然。楚恒被2个十律府的侍卫架住了脖子，我远道赶来的2个哥哥被束住了双手，同样被死死挟持。谢家军悉数半跪在地上，真狼狈。楚瑞下马，朝我伸出手，来吧，我的皇后。我只望着他，楚瑞将手伸得更近，表情那样虔诚。婉清，这辈子朕要你做最快活的皇后。我扫了眼满场站得密密麻麻的人，抬头望了眼天上的月亮，再好不过的时辰。我看着楚瑞，偏了偏脑袋，赢了吗？楚瑞皱了下眉，环视四周，眼里闪过一丝诧异。谢家军的人数太少，发现了。正在此时，前方传来一声大喝：逆子，岂敢称朕？楚瑞不可置信地看向披着锦衣出现在寝殿门口的陛下。我的第3步棋其实并没有被楚瑞的重声打乱，因为我知道世人总喜欢以己夺人，尤其他如今已经是那么一个冷酷无情的暴君，在他眼里，这个夜晚我必然倾谢世之力，占领皇宫，改陛下遗嘱，推楚恒上位。他不会想到第2种可能，因为他也迫切地等待这个夜晚，等待他重回万人之上的这一天。可我不会让他如愿的。从一开始，我的第3步棋就不是什么宫变。陛下是很好的陛下，勤勉于政，爱民如子，对谢氏更是又敬又重。当年父亲治理水患，陛下亲赴河堤慰问，夜里与父亲同宿帐篷，君臣同心的佳话传遍天下。2位哥哥在边疆浴血奋战，陛下时常念叨，赏赐的粮草军械从未有过半分克扣。这样一位君主，我断没有理由为了复仇将他拖入宫变得动荡不安。既然知道他会在这个夜晚无声轰逝，为何不能早做防备？楚瑞才重生1个月，满心满眼都是夺回皇位，弥补所谓遗憾，所以并不清楚从大半年前起，陛下的平安脉早中晚各一次，从未间断。御药房的汤药也换了配方，皆是凝神固本、延年益寿的珍贵药材。陛下的身体其实比上辈子康健了不止1星半点。我做的这一切，父亲起初是反对的，他总说君命天定，不可逆天而行。可当我将上辈子楚瑞登基后，如何罗织罪名，打压忠臣，如何让谢氏家破人亡的惨状一一告知，父亲红了眼眶，终是点了头。他一生忠君，却也不能眼睁睁看着君王遭害，家族覆灭。从一开始，我只是想让陛下对楚瑞生嫌。第1步棋借戏文撬动舆论，到第2步棋让柳云自曝会说话的真相，每一步都是为了让陛下看清楚瑞的偏执、昏聩与凉薄。而这第3步棋更是布了许久的局，做出各种假象，让楚瑞以为我们要拥楚恒发动宫变。楚瑞本就因重生而急于巩固权力，又对谢氏和楚恒积怨已深，自然会认定我们要在陛下薨逝之夜动手夺权。一旦他先动手，叠加此前他弃义去而逃，纵容柳云欺瞒天下，屡次忤逆陛下等种种劣迹，陛下对他的不满便会彻底爆发，废太子之事便顺理成章，再无转圜余地。当然，这里要感谢柳云，若不是他，我还不知这世上竟会有假死药这种奇物。我们费了些周折才找到他那位隐于市井的师傅，老人家本是江湖奇人，不愿再沾染朝堂阴谋。可当我说出柳云利用他的医术谋夺富贵，伤害无辜，甚至连累无辜之人丧命时，他终是动了恻隐之心，不仅交出了假死药的配方，还亲自指导我们调配，确保此药对身体无碍，且能根据剂量精准控制假死时长。所以在原本的计划里，陛下今晚也是要假死一次的。楚瑞重生，我唯一多做的一件事，便是约他去护城河。他若留在宫内，以他如今的谨慎，说不定会早早察觉谢家军的数量不对。毕竟真正要发动宫变，仅凭眼前这些人手实在太过单薄。这夜的宫变当然也有陛下的配合，陛下信任父亲，父亲说楚瑞恐生一心，不妨一试，皇帝便答应了。只是他不知那药会让他假死，不知这都是我们离经叛道的局。当陛下披着寝衣，带着一身凛然之气出现在寝殿门口时，楚瑞脸上的得意瞬间僵住，转而化为难以置信的错愕。陛下的声音带着怒意，却依旧沉稳有力：你撕掉兵马，意图谋逆，桩桩件件证据确凿，还有何话可说？楚瑞踉跄着后退一步，目光扫过那些倒戈的将领，又看向被松开束缚的楚恒和我的兄长，脸色一阵青一阵白。他张了张嘴，想要辩解，却发现所有的言辞都显得苍白无力。那些他以为的掌控，不过是自投罗网；那些他以为的先机，不过是引他入局的诱饵。再见楚瑞，是3个月后。天牢里，由秋转冬，天上落雪了，鹅毛般的大雪纷纷扬扬，铺满了公道，和我上辈子离世的那一日极为相似。天牢阴暗潮湿，冷得刺骨。楚瑞消瘦了很多，手脚锁着铁链，穿着单薄的球衣，早已被污渍竟然得看不出原色，整个人蜷缩在角落，
如同丧家之犬。其实原本不会这么狼狈，可他重生后，急于笼络御林军和金鸡营，手段狠厉，得罪了不少人。如今失势，那些曾被他欺压过的人，自然不会让他好过。陛下对他失望至极，虽未下令严惩他，却也默许了天牢的人不必对他太过优待，哪怕在临终前都不愿看他一眼。是的，尽管用了最好的御医、最好的药，陛下的生命也只延长了3个月。听见人声，楚瑞缓缓抬头，浑浊的目光落在我身上，起初是茫然，随即亮起一丝微弱的光彩。我进了牢房，他马上站起身，靠近就想拉我的手，我躲开，他的手便僵在空中。楚瑞的声音沙哑的不成样子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希冀。婉清，你还是不肯原谅我。婉清，好不容易我们都回来，这是上天给我们重来一次的机会。我退后一步，与他保持着3尺的距离。我倒不这么觉得，让我们都回来也说不定，是因为有些人太冤。楚瑞，你可知为何你我10年夫妻，我都不曾有孕？楚瑞眸光又暗淡下去，楚瑞的眼神落在我小腹，带着一丝困惑。因为从嫁给你的那一日，父亲就给了我汤药，外戚事大，暂不宜有子，待功成身退，再养育子嗣为佳。我的父兄和我的族人对他那样忠诚，看着他如此作态，我告诉他，我们曾是有过一个孩子的。楚瑞瞳孔猛地一缩，楚瑞不知道，他害我时，我腹中已有3个月身孕，那是一个很健康的孩子，若能平安降生，该有3岁了。楚瑞猩红着眼眶问我为何不告诉他。我走近一步，抬眸看着他，为何不告诉你？我为什么要给你这样的人生孩子？楚瑞，我还真担心你没回来，我怕你觉得自己败得冤。楚瑞的面色一寸寸的灰败，罕见的露出痛苦的表情。我抽出手中匕首，将匕首刺下。楚瑞震惊地看着我，面上的痛苦蔓延到眼底。我安静地望着他，这是你欠我的。雪下得更大了。楚恒在外面等我，他走到我面前，转过身顿了下来。陆华，上来我背你。我爬上他的背，其实他真的挺瘦的，前阵子才病过一次，可我的确不太想自己走路，他的背也不太暖，只有颈窝处冒着丝丝热意，但我靠在上面，大抵因为这些日子合作默契，大抵因为他从来不会多问一句为什么，所以我不由自主就掉了几滴眼泪。他突然叹了口气，你也不是没人爱，有没有可能我挣那些银子就为了你当上皇后，能国库充盈，安稳一些？我一下从他背上跳下来，你这厮目的达成，跟我打感情牌了，想让我心软退不？楚恒摸了摸鼻子，被你发现了。楚恒登基那日，将国印一分为2，照约定，江山共理，国事共议。可我似乎看错他了，他对做皇帝并不是很热衷的模样。先是谦虚地表示自己经历不济，提拔父亲为摄政王，将大多政事交予他。后来他干脆把那半国印也扔给我。我倒喜欢与他商议事情，和脑子好使的人说话愉快。半年后，我有了身孕，他更少管朝政了。常常我在哪儿，他在哪儿。我看画本子，他便坐在一旁看书；我去御花园散步，他便陪着我慢慢走。我睡着了，他便守在床边，静静看着我。每每问起朝政，他总是说着有岳父大人在，让我放心。亏我以前还说他上进，孩子出生得很顺利，是个皇子。楚恒很开心，整日抱着孩子不松手，想直接封为太子。我很自然地想到了楚瑞，接着摇摇头。第2年，我想广纳后宫，孩子总不能我一个人生不是？楚恒居然拒绝了，理由是他体虚。不是，就他那病中都想要来的劲头，跟我说体虚，他不同意也没关系，反正我手里有半块国印。结果转头就发现他扔给我那半块国印又被他摸走了。第3年，孩子会走路，会说话了，宫中渐渐多了许多欢声笑语。我开始赶楚恒去前朝，我爹年纪大了，哪受得住事事由他经手。我要半边国印，其实也不是对朝政多感兴趣，一朝被蛇咬，10年怕井绳而已。第4年时，我到底又怀了。时光好像从未变得这样快过。偶尔楚恒会问我他还有几年可活，看吧，这人精明着呢。不问不代表摸不清我那些异常，他一问我就告诉他，就明日了，赶紧的，你不在了，我就拿你的银子养整整1宫的侍卫。第5年，老二出生了，小公主。楚恒的喜悦丝毫不亚于第1次，又说不立皇太子，要不立个皇太女。我不想理他。第5年，楚恒25岁，其实已经比他上辈子多活了1年。按照国师的断言，他本活不过18，可如今他不仅活过了18，还活得好好的。虽然身体依旧不算康健，时常需要服药，但气色比以前好了很多。我竟没有不悦，毕竟我最早的计划是独自抚养，等他死后，我便扶持儿子登基，自己垂帘听政。楚恒这种都不用我亲自动手的，简直再适合不过。第5年，楚恒带我去看日出，我们瞒着所有人，悄悄出宫，来到了京郊的一座山头上。楚恒握着我的手，我们并肩着等待日出。10岁静好，不论长短，只争朝夕。晨光漫过山巅，我与楚恒相视而笑，前世的前尘往事，今生的步步为营，都在这一刻归于平静。他轻轻拢住我的手，掌心的温度比这朝阳更暖。我忽然觉得，所谓岁月静好，大抵就是这般模样。下山的路，
他走得极慢，我知他体质依旧偏弱，便也放缓脚步，静静陪在他身侧。秋堂早已备好软轿在山脚下等候，见我们并肩而来，他眼底满是安稳的笑意。姑娘，大殿下，回宫吧。我点头，楚恒先扶我入轿，自己才轻身落座。轿帘落下，隔绝了外界的尘嚣。这一路无人言语，却处处都是心安。回到宫中，已是暮色四合。楚恒径直去了御书房，我知道他要处理积压的朝政，我则回了长信宫。秋堂替我卸下外出的衣饰。姑娘，如今楚瑞落网，朝野安定，您终于可以安心了。我望着镜中的自己，眉眼间的戾气早已散尽。是，我终于可以安心了。只是楚瑞旧部仍在朝中潜藏，这是我必须清理的隐患。我提笔，将那些人名一一写在纸上，每一个名字都刻着前世谢氏的深仇。楚恒不知何时站在了我身后，他指尖轻拂过纸面，这些人交给我。我抬头看他，你身子经不起连番操劳。他轻笑，眼尾红痣愈发动人。有你在，我便不会倒下。他拿走那张纸，转身离去，背影清瘦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。3日后，朝中旧势力尽数肃清，楚瑞亲信或贬或逐，无一人幸免。朝堂之上再无杂音。陛下下旨追封谢氏先祖，后赏父兄军功。谢氏百年忠良，终得世间最公正的荣光。父亲接旨那日，红了眼眶。他拍着我的肩，只说一句：婉清，委屈你了。我摇头，不委屈，能护家人周全，能守盛世安稳，一切都值得。秋堂端来热茶，姑娘，您看，天终于晴了。我接过茶盏，暖意淌遍四肢百骸。是，天真的晴了。没过几日，京中泛起流言，有人说楚恒体弱，难以久居帝位；有人说谢氏势大，意图干政。流言愈演愈烈，父兄入宫劝我暂避锋芒。我坐在殿中，神色平静，无需避让，清者自清。楚恒得知后，即刻登朝。他身着龙袍，身姿挺拔，往日的病弱之气一扫而空。朕与皇后同心共治，谢氏世代忠良，何来过权之嫌？再有造谣生事者，严惩不贷。一言既出，满朝寂静。不过1日，流言尽数平息。我站在珠帘之后，心中百感交集。这个男人从盟友渐渐变成了我唯一的依靠。入夜，楚恒来到我的宫中，他没有提朝堂之事，只坐在灯下，静静望着我。婉清，他轻声唤我，我应声。你可曾后悔过？后悔与我结盟，后悔走上这条平反之路。我放下手中书卷，不曾。若不重来，我永困前尘往事；若不遇你，谢氏难逃覆灭。他伸手轻轻握住我的手，往后余生，我陪你。再无权谋，再无算计，只有你我。我望着他清澈的眼眸，那里没有利用，没有野心，只有满心温柔。我缓缓点头，好。自那以后，楚恒不再推脱朝政，每日与我同朝理事，共商国事。他聪慧果决，体恤民情，百姓安居乐业，国库日渐充盈。前朝老臣皆赞陛下圣明，皇后贤德。我渐渐放下手中权柄，将朝堂大事尽数托付于他。我不再是那个满身锋芒的谢婉清，我只是他的妻，大齐的皇后。春日，我们同游御苑，看繁花盛放，听燕语莺啼；夏日，我们静坐凉亭，品茶对弈，闲话人间烟火；秋日，我们登高远眺，看漫山红叶，赏万里晴空；冬日，我们围炉而坐，听雪落无声，想一世温暖。楚恒的身体1日好过1日，太医连连称奇，说陛下心境开阔，气血健忘，早已打破国师当年的预言。我听着，只淡淡一笑。他从不是体弱多病的废人，他只是藏得太深，如今卸下所有伪装，自然活得自在康健。时光流转，年岁渐长，宫中再无纷争，朝野再无动荡。我偶尔会想起前世，想起那个大雪纷飞的夜晚，想起楚瑞冰冷的匕首，想起谢氏满门的冤屈。那些画面依旧清晰，却再也伤不到我分毫。仇恨被时光抚平，伤痛被温柔治愈。从此山河无恙，岁月无忧。我与他相守终老，永不分离，这世间最好的结局。不过如此。